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这只流浪猫每天像蜘蛛侠一样趴在窗户上，因为这是他花了2个月才找到的豪宅。女主人告诉我们，这只白猫每天要来10几次，每回都可怜巴巴地蹲在窗外，似乎想让对方邀请自己进入屋内。女主人好言相劝，告诉猫咪换一家碰瓷。被拒绝的小白有些失落，可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。第二天，小猫又准时来到了窗外，看见家里没人，小白打算悄悄溜进去，但这一幕恰好被女主人看见，小白顿时被吓了一跳，看见女主的猫咪叫个不停，仿佛是在请求家主将房门打开，顺便收留她这只可爱的小猫。可女主却拒绝了她的请求。小白低下头沉默不语，心想着这么大的房子就容不下自己吗？看见女主走进卧室，猫咪也转身离开了。没想到当他朝着窗户望去时，小白又神奇般的出现在了外面。女主愤怒地拍打着玻璃，呵斥猫咪赶快下去。对于小猫的行为，她也很无奈，因为这只流浪猫已经连续打扰自己1个月了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坚定。虽然这只白猫很讨人喜欢，但自己并没有收留它的想法。原来女主的家中已经有了一只高颜值的小猫，并且女主对它也十分喜爱。当看见眼前温馨的一幕时，小白的眼里充满了羡慕。随后他失落地离开了院子，或许是知道自己的颜值不够，于是小白决定送只老鼠给女主。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，小白想着女主收到礼物后肯定会收留自己，于是他将礼物送到了门口，准备给女主一个惊喜。当小白下午再次来到院子里时，他惊奇地发现平时紧闭的大门却意外敞开了，看来这份大礼没有白送。于是小白高兴地走进了屋内。第一次进入房间的他充满了好奇，原来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豪宅呀！为了给女主留个爱干净的好印象，他开始认真地梳理起毛发，心想着自己以后也是有家的猫了。就在这时，女主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他呵斥小白怎么没经过允许就闯了进来，还没等猫咪反应过来，家主就将他请到了外面。天真的小猫还以为自己认为最珍贵的礼物能够打动对方，这次他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女主放下猫咪后拔腿就跑，看到这一幕的小猫眼里流露出莫名的伤心，他没想到自己这么不讨人喜欢。犹豫片刻后，他失望地离开了。之后的几天时间里，猫咪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女孩发现小白几天都没来过了，她哭着询问妈妈为什么不肯收留小猫。最后女孩讲出了白猫始终赖着不走的原因，原来几个月前一只怀孕的母猫被主人遗弃在街边，不久后母猫产下3只小奶猫，艰难的流浪生活让她失去2只幼崽，最后只有1只存活了下来。这时一位善良的女孩向她伸出温暖的双手，为她提供了饱腹的食物。猫妈妈深知流浪的生活有多么艰难，她实在不忍心让孩子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于是母猫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，她决定将孩子留在女孩家的门前，然后自己继续流浪的生活。小猫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，并没有追上去，她明白妈妈这样做是为了自己，为了求得这户人家的收留。小猫连续数日蹲守在女主家门外，她知道这是自己未来的幸福，同时也是妈妈最大的心愿。自从小猫消失后，女孩每天放学都会围着村子四处寻找，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，几天后女孩终于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小猫。可当她想要上前抚摸时，小白却意外地拒绝了女孩的好意。在女孩的不断安抚下，猫咪这才愿意去吃一些食物，看样子她真的饿坏了。得知真相的母亲也很后悔自己之前的做法。第二天，女主特意为小白买来一个豪华的猫爬架，并且还为它布置了一个漂亮的新家。最后小猫如愿以偿住进了朝思夜想的豪宅，至此它也完成了妈妈的心愿和祝福。有人说世上的所有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唯有母爱是为了分别，这大概就是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之处。愿世上再无流浪，也希望天下每一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只流浪猫彼此相拥在一起，在它们身上上演了一段童话般的爱情。它们的经历完美诠释了爱情的忠贞不渝，至死方休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会更加理解爱的含义。千万不要嘲笑眼前的小橘猫，虽然它腿部残疾，但却有着令无数人向往的爱情。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房子，街边的杂草堆便是它们温馨的小窝；没有美味的肉罐头，可它们却有着无拘无束的自由。每当小辉外出时，小橘会在家中静静等待丈夫回来。当听到小辉的呼唤后，她拖着残疾的双腿来到了街边，残缺的身体让她每向前挪动一步都那么吃力。最终小橘来到丈夫身边，他们学着人类的样子，用亲吻表达着彼此的爱意。小辉总是深情地望着妻子，尽管他们在一起已经有2年了，可小辉对小橘的爱未减分毫。2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橘无法正常行走，当他奄奄一息地爬到路边时，一个模糊的身影走进了他的世界。从此小辉便一直照顾着小橘。一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说，自己被他们的爱情深深打动了。每次喂他们食物时，小辉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妻子吃，其实他也很饿，但小辉从来不去吃地上的食物。
只有等妻子吃饱了，他才会把剩余的食物吃干净。此时被感动的请扣666。当夜晚来临时，他们会抱在一起，给予对方温暖。这天山顶突然出现一只白猫，小辉立刻变得警觉起来，他将小菊紧紧护在怀里，生怕妻子受到伤害。看到白猫走向了食物，小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流浪猫会经常因为争夺地盘而打架。为了妻子的安全，小辉选择了忍耐。白猫吃完准备离开，见他走远后，小辉转身追了上去，直接出手教训了白猫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白猫选择了退缩。原来在小辉心里，妻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回来后，小辉抱住了小菊，仿佛在安慰妻子，别怕，一切有我呢。守着怀中熟睡的小菊，小辉警惕环顾四周，生怕妻子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两条流浪生命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伟大的爱情，也许没有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即使风餐露宿，也依然可以拥抱幸福。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，大家纷纷慕名而来，并且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。一位小姐姐在小窝的上面放了一把伞，她说希望小辉和小菊不要在雨淋日晒。虽然拥有好心人的帮助，可流浪猫的生活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。为了生存下去，他们会面临地盘和食物的抢夺。然而对于残疾的小菊来说，她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放弃和忍让，这是她唯一活下去的方式。此时她只能期盼小辉早点回来，因为小辉已经是她唯一的依靠。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，这对恩爱夫妻走过了无数的漫漫长夜。这天大姐像往常一样来探望猫咪，但却惊讶地发现附近布满了垃圾，很明显有人故意为之。大姐连忙四处寻找他们，最终在不远的山头发现了小菊。她躲藏在草丛里，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小菊艰难地爬行着，几分钟后她来到了街道，不断四处张望着什么，难道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吗？突然一辆汽车飞驰而过，惊慌失措的她赶紧跑到一边。此时小辉出现在街道上，他来到小菊身旁，抱歉我的宝贝，今天又让你饿肚子了。对于空手而归，他深感愧疚，但或许这就是流浪猫原本真实的生活。好心的人们找来救援队帮忙，并且还带来了兽医。救援队立刻开展行动，他们决定采用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。通过大姐的不断引导，小辉逐渐放下了戒备，很快救援就成功了。他惊慌地在笼内窜来窜去，也许此刻他更担心的是妻子的安危。随后救援人员将小辉放进铁网中，想以此来吸引小菊。不久后，小菊出现在了街道上，当看见笼内的小辉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原本胆小的他此时却没有畏惧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小辉了。相濡以沫的爱早已深入骨髓。两只猫咪被成功救援后，它们马上被送去了宠物医院。经过对小辉的一番检查，医生表示他身体状态良好，而另一边的小菊却没那么幸运。由于双腿长期与地面摩擦，已经让他的双脚露出了骨头，很难想象他每天都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。另外，他的后腿已经变形，通过手术恢复的希望微小，但医生表示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。2个月后，当记者再次看到小菊时，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并且已经能够奔跑行走。奇迹般的故事再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，相比之前的样子，小菊已经脱胎换骨。医生也觉得难以置信，或许他得到了上天的眷顾。故事的结尾，那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收养了小辉和小菊，他们一如既往的每天秀着恩爱，在续着流浪生命中的情缘。即使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，小辉仍未改变流浪时的习惯。妻子没吃饱之前，他绝不去碰碗里的食物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虽然他们只是动物，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爱的光芒。愿世上所有有情人都能拥有一份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的挚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狗叼着1000块钱，熟练地走进一家超市，随后将钱放在地上，接过老板手中的罐头后，走出超市就开始大口享用。狗子名为旺财，是十里八乡最会搞钱的狗。超市老板说，旺财每天都要来店里消费10盒肉罐头，而且出手大方，基本都不用找零。可一只狗是如何赚钱的呢？只见它熟悉地跑向一家商铺，老板娘离开后，旺财就趴在门前当起了店员，肩负起看守的责任。当然，这临时工可不是免费的。作为奖励，老板娘大方地掏出1000块工资支付给旺财，并且还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表扬。拿到工资的狗子转身就跑进了超市，但这还没完。吃完1盒罐头后，狗子马上就盯上了一位买菜的大姐。如果不交出手里的钱，旺财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对方，摇尾乞怜是他惯用的手法。见大姐不吃这一套，不讲武德的狗子直接开抢。不一会儿，1000马内顺利到手。拿到钱的狗子再次朝着超市方向跑去，下次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大姐对此也很无奈。每每吃上第2盒罐头后，狗子在一家杂货铺驻足，这次的目标是一位大叔。别傻站着了，规矩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趁老婆不注意的功夫，大叔掏出了仅有的1000块零花钱递给了旺财。随后狗子叼着钱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，接着第3次返回了超市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买完罐头后，狗子叼着罐头来到一位大爷面前，一天来找我开8遍的罐头，你比我还富有啊，以后我可要收服务费了。
狗子听完，直接躺在地上耍起了赖皮。大婶指着旺财说：“他是这条街的吉祥物，由于每天叼着钱在街上来来回回，旺财很快就打响了名气，因此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罐头。但女主人却非常反对，因为家里的狗粮她是一点不吃，每次看见狗粮都躲得远远的，但换成罐头立马两眼放光。女主人说这家伙靠乞讨，天天自己买罐头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只流浪狗呢。虽说自力更生是好事，但女主人还是比较担心它的健康。果然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子的营养严重超标，不能再让它吃那么多的肉罐头了。回来后，女主人告知了街坊邻居，看见这么多人围着自己，旺财有些慌了，难不成是来讨债的？发现大家都面带笑容，狗子这才放心下来。此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赚不到钱了，餐餐罐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，看来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真。